山海经里的10大神女，你知道都是谁吗？一位居住在太阳，一位居住在月亮，一位号称僵尸之祖，出世的时候赤地千里，最后一位打造6道轮回，连10殿阎罗也俯首称臣。10大神女第一位，九天玄女，神话传说中最为赫赫女神之一，曾经辅佐轩辕皇帝逐鹿中原，传授人族练兵之法，据说乃是玄鸟的化身。轩辕皇帝任其为老师，和应龙同为天神，在民俗信仰中有着崇高显赫的地位。各种古典小说当中都经常出现九天玄女的形象，一般都是最后出场镇压一切的存在。在荡魔祖师真武大帝出现之前，九天玄女便是主管战争，专门诛杀妖魔的神灵。关于她的来历，有人说是来自西方昆仑山，是西王母的使者。10大神女第二位，西王母。如果说九天玄女擅长兵法，那么这位西王母就是直接掌握瘟疫行杀的神灵。西王母乃是天下女仙之首，在天庭尚未建立之前，任何女神仙都要去西昆仑报道。西王母虎齿豹尾，半人半兽，是野性与神性的结合。昆仑山乃是天下第一神山，也被称为第10州。在神话传说里，天下原有10州，后来天地动荡，第10州升腾而起，悬空在9天之上，称为昆仑，俯瞰9州大地，天上白玉京，12楼5城，这是对神仙住所的美好幻想。西王母的宫殿远远比着壮观，有专门的神将守护，进出都需要青鸟传递消息。很多人都以为王母娘娘便是西王母，但其实并不是。西王母的权力比起玉皇大帝丝毫不差，怎么可能甘愿当一个陪衬？在上古时期，西王母算得上是神王级别的存在，还掌握着世间生灵极其渴望的不死药。历代帝王都派人去遍访名山大川，就是为了长生不死。可以说西王母如果想要掌控人间，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。10大神女第3位，太阳女神羲和。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，东南海之外，甘水之间，有羲和之国，有女子名于羲和，方日寓于甘渊。羲和者，帝俊之妻，生10日。她是神话传说中居住在太阳上的美丽女神，也是10个金乌的母亲，丈夫乃是大名鼎鼎的帝俊，传说中的妖族天庭主宰，曾经的3界霸主。在帝俊与他的好兄弟东皇太一的时代，佛道2家都是蛰伏状态，需要避其锋芒，在厉害的势力也要低头。帝俊号称天帝，妻子不仅有太阳女神羲和，还有10大神女第4位，月亮女神长羲。长羲又被称为长仪，是月亮的主宰。山海经中，长羲又被称为女和月母，因为长羲生12月，所以称之为月母。而所谓女和，则大概是因为她担当着调和阴阳的重任，制定阴历月份，对1年来日月运行情况进行累计，设置闰月，使日月行次能够同步。长羲根据太阳周而复始的季节性公转来调节制定阴历月份对应节气，这就是月神制定时历的作用。帝俊是独立于皇帝和神农之外的第3神系，拥有日月女神当妻子，地位可见一斑。毕竟哪怕是传说中玉女3000的轩辕皇帝，也没有这么好的福气。10大神女第5位，女魃，也叫做旱魃，因为只要她经过的地方，大地就会一片干旱，没有任何活物可以撑得住。也因此女魃虽然贵为皇帝之女，却只能被流放到偏远的地方。第一次登场是在皇帝与蚩尤的大战当中，蚩尤请来风伯雨师，以狂风骤雨对付皇帝手下的英龙部队，于是便把自带干旱光环的女魃请来，轻轻松松打破蚩尤军队。在各种神话故事当中，旱魃也被视作僵尸的4大始祖之一，是万千萌新僵尸的终极目标。10大神女第6位，瑶姬，也被称作巫山神女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瑶姬是炎帝的女儿，未嫁而死，葬在巫山之阳，所以叫做巫山神女。大禹治水时，神女瑶姬授予治水秘籍，并前述神助之。3下民间有巫山神女消灭12恶龙，派神鸦为行船指点航路，为百姓驱除虎豹，为人间耕耘播雨，为百姓治病育种灵芝等传说。不过最广为流传的版本，乃是瑶姬作为玉皇大帝的妹妹，下凡爱上了凡人，诞生了杨戬这位大名鼎鼎的半神。在西方神话里，半神是受到敬仰的存在，背负着神灵的血脉，注定成就一番英雄事迹。但在东方天庭就不一样了，在玉帝看来，这就是耻辱，丝毫不念及兄妹之情，直接派人下凡武力镇压。也幸好杨戬运气好，忍辱偷生30年，劈碎凌霄3000里。在大圣出世之前，这位已经率先闹过天宫了，瑶姬也算是狠狠出了一口气。10大神女第7位，洛神。洛神就是蜜妃，是女娲和伏羲氏的小女儿，其因为于洛水溺死而成为洛水之神，故称洛神。跟神农的小女儿一样，命运悲惨。如果说上面那位只是疑似，
那么精卫就是确确实实的炎帝之女，因为淹死在东海，所以化身精卫鸟，日夜不停的用石子填海。貌似这几个大能的女儿命运都挺悲惨的，没有一个是长生久世美满幸福，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反噬。传说洛神美貌动人，端庄大气，后世常有文人歌颂她。曹植的《洛神赋》，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都在此列。10大神女第8位，嫦娥。提起神话故事里的女神，嫦娥绝对是最广为人知的那个。虽然月亮的主宰乃是长息，但作为上古神灵，在玉帝入主天庭之后，就逐渐的隐世不出，而清冷的月宫又没有人乐意过来，毕竟这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是找罪受。神仙们都是很会享受的，连位列封神榜去天庭当差都不愿意，打得要死要活争一个自在逍遥，让他们去荒无人烟的月宫，还不如杀了他们。于是嫦娥便应运而生，吃了不死要飞升。最开始肯定是开心的，但等他明白除了玉兔外什么都没有之后，就会知道还不如当个凡人，快快乐乐的度过一生了。10大神女第9位，嫘祖。作为皇帝的元妃，嫘祖是我们先祖女性中的杰出代表。嫘首倡婚嫁，母仪天下，福祉万民，和炎华二帝开辟鸿芒，告别蛮荒，功高日月，德被华夏，被后人奉为先蚕圣母，与炎帝、黄帝生活在同一时代，同为人文始祖。他发明了养蚕和织布的技术，推动文明的发展。和嫦娥作为花瓶的形象不同，嫘祖可谓是女性的终极境界，哪怕是和各种女神仙相比，也是丝毫不落下风。位列10大神女实至名归。10大神女最后一位，后土娘娘。6道轮回从何而来，你知道吗？作为著名的黄天后、土之一，后土娘娘是大地的化身，至高的女神，被道教尊为3清4御之一。她掌控阴阳，孕育万物，因此被称为大地之母。3山5岳各方土地都需要听从后土娘娘调遣，后土娘娘更是幽斗的无冕之王，十殿阎罗也得恭恭敬敬。在上古时期，生灵死后魂魄没有去处，除了有大法理的修士神仙，基本都是成为孤魂野鬼，或者直接魂飞魄散。后土娘娘于心不忍，便打造了6道轮回。于天帝有着大功德，被满天神佛所尊敬。他是主宰大地之神，与玉皇大帝管理天上相反，被人们称为地母，而玉皇大帝就被称为天公。在为他建立的神庙里，人们把他塑造成一位端庄的女性。人们相信该神是农业获得丰收的保护神，还是生育之神、大地之神。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国家，且人类长期蒙受着天之所生、地之所养的思想束缚，逐渐形成了崇拜天与地的礼法。老天爷这个称呼，相信无论大江南北都一样。而后土娘娘与老天爷平起平坐，地位可见一斑。那么对于这上古10大神女，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